3年前，极寒末日突然降临，全世界瞬间变成冰封地狱。我在这小区里苟延残喘了3年，靠着前期囤的那点东西和一身求生本事活了下来。3年里，我收留过饿得半死的人，分过仅剩的食物给邻居，甚至把自己的取暖设备借给有老人小孩的家庭。我以为末日里人心还在，我以为善有善报，我错得一塌糊涂。最后这1个月，我接济过的赵强联合小区里另外几户人家，趁我生病虚弱的时候，撬开了我的门，抢光了我所有的东西，把我扔在这零下110度的风雪里等死。我闭上眼睛，最后一滴眼泪在眼角冻成了冰珠。如果有来生，我绝不再当什么圣母。这是我的房间。8月15，我重生了。脑子里突然多了个东西，像是一个空间。至少1万立方米，取放随心，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这储物空间竟然能保鲜！前世物资不够，我无数次饿得头晕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这暖意，暖得让人想哭。没人知道90天后这里会被极寒吞噬。我需要列一个末日生存的清单，庇护所、物资、防御、能源4样东西缺一不可。我有父母留下的近郊独居住宅，1套80平米的地下室，1个储物空间，还有90天，够了。前世第一次见到团子是末日降临后第3天，那时候他饿得只剩一口气，蹭着我的裤脚，软得像一团棉花。他陪了我整整3年，后来他走了。这一世我不等末日降临后才去找他，现在就去，把团子带回来。这热闹喧哗，像一场暴风雨前的死寂。师傅，去天宁宠物医院。只有我知道，那轮太阳已经在变冷。和前世一模一样。你想领养它吗？要，现在就要。它之前有点怕人，但好像特别喜欢你呢。它叫团子。当晚，我把整个计划一条一条敲进了屏幕里。庇护所早就定了，远离市中心，人少，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。市区2套商品房全卖，价格压到市场价以下2成。沈小姐，这个价位比市场价低了快2成，您真确定吗？确定，能卖多快就卖多快。这么急？对，很急。管它涨还是跌，赚还是亏。我现在要的不是收益，是现金。2套房，清仓的股票基金，再加上父母留下的积蓄，凑出来的这笔钱，足够我全力去准备了。足够把庇护所修成铜墙铁壁，足够囤下吃几10年的物资。前世末世降临后，大伯一家是最早找上门的，
他们撬开了储藏室，和外人一起把能搬的全搬空了。晨晨，听说你要卖房，是不是缺钱？大伯母这里还有点积蓄，过来坐坐。需要提防的人，这一次我把他们排在最前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去看看那个地下庇护所。不到1天，全款卖出，7天内过户。前世为了这2套房，我每个月省吃俭用还房贷，如今一口气全卖了，反而轻松。沈小姐，您这几只股票走势都不错，现在清仓的话，基金呢？有3只封闭期还没满，现在赎回扣费比较高。全清。几分钟后，账户里的持仓微不足道全部清零，化成了一笔银行存款。卖房的、清仓的，加上父母的积蓄和卖车的钱，全到账了。这是我重生后的第1桶金，也是生存的第1张王牌。前世在末日里挣扎，很多时候不是没本事，是没资源。那样的寒冬里，别人为一口吃的拼命，他却能翻到压箱底的罐头，那是末日里最大的奢侈。我得算算这货能囤到什么程度。大米面粉按吨算，肉类按吨算，桶装水配净水设备、燃料按吨算，发电机、电池、太阳能板至少供能5年。10吨大米。兄弟，你开食堂的？对。冻牛肉、冻猪肉、冻鸡肉，各来几千箱。冻鱼，1个集装箱的冻货。柴油发电机2套，互为主备。柴油5000升。末日降临时，这东西比黄金都贵。什么都买，什么都要备够10几年的量。唯一的遗憾，储物空间只有1万立方米。这是我重生后第1次回到这里。80平米的地下室，空荡荡的。很难想象，这样一个普通的地下室，会在90天后变成末日里最安全的避难所。打通扩建到200平米，墙体钢筋混凝土浇筑，厚度加到50厘米，顶板加厚到30厘米以上。主控室、生活区、设备间、储藏室、安全通道、地暖系统铺满整个生活区，3道防爆门、防弹钢板、预留射击孔，电路全部独立铺设，发电机和储能电池双路供电。就算外面零下上百度，里面也能保持恒温25度。有人拿斧头砍门，防弹钢板也能让他们无功而返。是老周吗？我是沈月，有个活儿想给你做，要求高，工期紧，保密严格。好久不见了，什么活儿？地下室全面翻3加固，钢筋混凝土浇筑，防爆门安装，地暖铺设，全系统管道铺设。这活儿可不小啊，得看多少平米？大概200，我出200万，30天完工。施工队驻现场，全封闭作业，签保密协议。你这是要干嘛？囤末日物资，你猜？接200万，30天完工，材质和工艺我亲自盯着，保证比图纸上的还要好。那就说定了。距离末日还有88天。
你听说了吗？老沈家那丫头把市区那2套房子全卖了，还清仓了全部股票，不知道想干什么。晨晨啊，好久不见了，大伯母想死你了。小陈，听说你把房子卖了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？你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要跟大伯说。你爸走得早，我就是你唯一的亲人了。没什么困难，就是想卖。你浩哥，我今年都29了，谈了个对象，人家姑娘要求有婚房，我看了套房子。你一个人用得了这么多吗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有福同享。不借，1分都不借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不借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们是你唯一的亲人。这是我爸妈走的那年，你们偷偷转移遗产的记录。当年你们趁我刚毕业什么都不懂，偷偷把1套房子过户给了沈浩，还从存款里转走了30万。那房子是我们替你保管的，保管到沈胜浩名下了。过户日期是我爸妈去世后第3天，那时候我还是个刚失去双亲的学生，连后事都没料理完，而你们已经急着去抢房子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当没我这个侄女，我也当没你们这样的亲戚，咱们两清，请吧。沈月，你会后悔的。从今天起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，但有团子，有地下庇护所，有充足到用不完的物资，足够了。老周，再给我推荐一个做惯设计的，要懂隐蔽工程的。对，施工队也让他带最可靠的来，后天开工。不是通过末日里的对抗，而是在末日降临之前，用最干净利落的方式，把所有后患全部不沾。就按这个标准做。改造工程就此启动。基础工程进行到第10天，墙体浇筑至50厘米厚度，钢筋网格密度远超常规1倍有余。顶本同步用最高壁造混凝土现浇，厚度达到30厘米。要做就做到最好。基础工程完工，5套系统同时铺设，电路、水路、暖碗、通风排水的管道沿墙壁和顶旁预埋穿行，每个管线接口都做了密封和防护处理，电地暖发热电缆呈均匀螺旋排列， RO 反事件净水设备串联安装。在这个未完工的壁片所里，每一处细节都关乎生存。还有77天。主体工程完工，3道防爆门运抵现场，最外面一道钢制防爆门厚达8厘米，中间第2道采用复合结构，防弹钢板夹陶瓷内芯。最内侧是气体门，门框加装双层密封胶条，院墙顶部预枚低压脉冲驱离网支架，红外摄像头安装在院子角落和门廊上方，镜头角度逐一调整。现在合法。老赵明白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
谢了。这是我的堡垒，末日里唯一温暖的地方。物资囤货的序幕也该拉开了。我采用了分散战术，3个临时仓库互不关联。第一批到的是米面粮油，大米和面粉是主食的基础，5吨杂粮，1卡车的储备食品。第二批是肉类和罐头，整整2个集装箱的冻品，加上各类罐头上千箱。千万别小看调味品，末日里只有白水煮饭那叫生存，有这些那叫生活。末日里想喝奶茶，想现做就行。物资充足，一切尽在掌握。第3批是饮用水和能源，桶装水、瓶装水，加上净水设备和备用滤芯。只要有血，融化后就能净化成饮用水。双发电机、储能电池，可收放太阳能板，3重能源保障。就算连续3个月阴天，也能撑下来。就算发电机全坏了，储能电池也能扛2-3个月。第4批是衣物和日用品，从头到脚极寒防护，每一样都是大量储备。前世一个个感冒发烧，就可能要人命。这些东西不是用来主动挑事的，是用来守住庇护所的。我像一只忙碌的松鼠，疯狂地催着过冬的果实。这些物资足够用很久。储物空间恒温恒湿，东西放进去永远不会变质。外面的货架也满满当当。这种满足感真踏实。和前世一模一样，整整3年，在那个冰冷的世界，它是我唯一的温暖。你想领养它吗？要，现在就要。它之前有点怕人，但好像特别喜欢你呢。它叫什么名字？它叫团子。时间仿佛慢了下来，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温柔的确认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我会护住你，谁都别想再碰你一下。
前世没能给你的安全感，这一世一定加倍补上。末日里没有网络，书是唯一的知识来源，也是最好的消遣。上万部电影，上千部电视剧，几百款单机游戏，末日里的娱乐中心。这些不是用来炫耀武力的，真的底牌是底牌中的底牌。重生之前，我是为了活着而活着，现在我有了牵挂。团子，这次我们会活得好好的。网上出现北极异常降温的消息，西伯利亚8月罕见霜冻，没人当真。45天后，零下20度，然后一路暴跌，永不回头。地面上的小楼现在是个幌子，真正的庇护处在脚下。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次例行检查，一切正常，续航12天，双路切换正常，电力系统冗余充足，我们有时间等待。温度已稳定，辅助热源已启动，水质达标，空气循环测试通过，所有系统运行正常。电网测试通过，警报系统响应正常，所有陷阱已激活。防御系统检查完毕，状态良好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气象局发了寒潮预警，社交网络上没人当真。现在外面25度，半个月后零下20，一个月后零下80，再往后不会有天气预报了。人们的恐慌只持续了2-3天，超市货架重新被填满，该上班上班，该追剧追剧。你不能吃辣。再过1个晚上，这个世界的秩序将开始崩塌。午夜的钟声将是旧世界的挽歌。气温正以每小时3至5度急降，预计24小时内跌破零下20度。地表温度开始异常下降。来了，比前世早了3天。末日真的来了。庇护所系统一切正常，强寒潮即将来袭。专家回应，这是正常现象。在这封闭的世界里，我时常想起那些被遗忘的日光，它们像梦境一样遥远而清晰。秩序是生存的第一法则。在这隔绝的世界里，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存亡。晨晨，开门，我们是你的家人。我好歹是你
你二叔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在末日降临的第300天，沈月第一次收到了来自外界的家人信号。有些告别是无声的。往东走800米，有官方临时避祭点，有供暖和物资，你们去那里吧。一切正常，等待午夜。庇护所一切安好。外面是零下12度，这里永远是25度。睡啊，睡吧，这里很安全。末日降临了，但我的世界才刚刚开始。末日降临后的第一个24小时，气温从25度掉到了零下20度，这个数字说出去都没人信。网上已经炸了，铺天盖地全是同一种消息，小区里更是一片混乱。原本安静的小区，一夜之间变成了巨大的难民营，而支撑我们生活的基础设施也在严寒中逐一崩溃。天然气供应压力急降，供暖没启动，水管大面积冻裂。所有应急预案都是真正对普通寒潮的，不是这种灭世级别的极寒。而我的地下避荒所里，恒温25度。我打算每天写几页日记，不是为了给谁看，只是想在这永恒的长冬里留一点活着的证明。别人在外面受冻，我在庇护所里安稳过冬。这话说出来有点残忍，但这就是现实。在这个末日里，安稳就是最大的奢侈。末日第4天，气温零下43度，电网彻底崩溃了，整座城市断电了，只有我的庇护所里灯火通明。第5天，气温零下50度，人一旦失去热量来源，从失温到死亡只需要几分钟。前世就是这个赵强。沈月，求求你开开门，我家老爷子快冻死了，孩子也快不行了，快不行了，你开开门让孩子进去暖和一下，一会儿。你们几个人？8个人，都是咱们小区的邻居，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，就是进屋暖和一下。8个人，如果开了门你们进来了，之后再来18个、28个人，我开还是不开？我这里的物资只够我一个人用。东边3条街的体育馆已经改成避难所了，你们去那里。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们砸门了！你一个人肯定囤了不少东西吧？拿出来分！对赵强这种人来说，心软就是地刀。这一世，我不会让自己再挨第2刀。国家应急广播：全国各省市体育场馆、地铁站、地下人防工程已启用为临时避难所，向全体市民开放，提供集中供暖和基本食物。请听到广播的市民前往就近避难所。每个避难所地址我都记了下来，我一个也没打算去。
因为我太清楚避难所里面是什么样子了。与其去那里赌人性，不如守好自己的堡垒，安稳过冬。前世末日降临后，我赶到体育馆避难所，那里挤了上万人，供暖断了，避难所逐渐瘫痪，每天都有幸存者没能撑过夜晚。这一世我不会再去。你不能喝，你有自己的。好吃。我们很好，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回来的，回到这栋唯一亮着灯的房子来。我等着。各避难所陆续崩溃，供电供暖中断，秩序崩塌。沈月，我们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交物资，我们留你一条命。第一次警告，离开这里。你一个人，我们6个人，你能怎么样？他们有远程武器。第二次警告，也是最后一次，离开这里。我走。前世被抢走物资的恨意，在这刻得到了部分清算。以后再也不会有人闯进来了。零下70度了，柴油快没了。那些信号我都听到了，但我一次也没有回复。过日子和苟活之间最重要的区别，就是有没有计划和底线。外面已经是灭绝级别的地狱了，可庇护所里居然种出了生菜。附近活动着一伙暴徒，开着改装雪地车。如果你有地下掩体，封好门，千万不要。暴徒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极寒之下，金属会变得像玻璃一样脆。断裂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，像末日自己的呼吸。前世太多人因为不会处理冻伤而失去手脚。正确的复温方式，坏死组织变日，截肢确境，这些知识比食物还珍贵。储物空间不只是个仓库，学会分区管理之后，取东西只需要一个念头，米、肉、药1秒到手。保鲜实验也做过了，热汤放进去，1个月后取出来还是烫的，这意味着可以提前做好大量熟食储存起来。看，这就是空间保鲜的好处，随时能吃上热乎饭。
暴徒团伙的信号集中在东南方向，约100人，分4个行动队，装备猎枪和改装车辆，但物资消耗很快，内部矛盾正在激化。老大，那栋房子还没搜，看着不太一样。这是个兔子洞啊！里面的出来聊聊，交点保护费，1桶柴油，1袋米，以后不来了。1桶柴油，1袋米，给了第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们10几个人，你这破门挡得住吗？1、2、3，反墙！打开，快！走，这是个陷阱，给人设计的。没什么，吵了点儿。怎么了，短子？探子，他们想知道这里住的什么人。提前预警，做得很好。本次广播通报，这是老李的本频道。次时连超72小时，南区发生大规模冲突，剩余人员疏散，状态不明，物资耗尽，指挥系统瘫痪。今天是末日满月，零下80度，各位还活着的朋友保重。团子，今天是末日满月，咱们得庆祝一下。干杯！截至今日，全国37个主要避难所中，确认全灭的已达15个。外面零下80度的人间地狱，里面恒温25度，天堂地狱仅1墙之隔。明天可能会有很多坏人，他们会想闯进来，抢走我们的东西。这次不一样，不管是赵强还是暴徒头子，一个都进不来。来了。
次警告。别管他，继续撞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没事了。据多个信源确认，爆头团伙已全数撤离，头目受伤，已停止活动。那个号称手上有500米工业密封胶条的供应商，3天前就失联了。定金是1箱午餐肉罐头，倒也不是多大的损失，只是提醒了我，末日里交易承诺一文不值。备用发电子启动电机出了问题，缺一个关键齿轮，而供应商已经失联了。唯一的办法是从另一台旧设备上拆零件，或者自己找替代办法。修好了，但能用多久是未知数。这提醒我，任何来供应链的备用方案都有隐患，能自己动手解决的才是真正的保障。物资太多了，光靠脑子记不过来。我建了一个电子索引，货架编号、存放内容、保质期、剩余量，库存清单一目了然。需要什么，扫一眼就知道还剩多少，在哪一层。储物空间最大的优势不是容量，而是取物速度。只要你想，1秒钟就能拿到任何储存在里面的东西。这种感觉像随身携带了一个超市。水培蔬菜已经稳定产出了，生菜每2周收领一茬，小番茄每天熟透5-6颗，草莓也开始挂果了。新鲜蔬菜在末日里是奢侈品，而我这里每天都能吃到现摘的沙拉。有人收到了吗？偶尔会有求助信号，我都听到了，但一次也没有回复过。不是冷漠，是规则。在这里，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份风险。我的物资能撑20年，但那是为一个人准备的20年。极寒降临整整2个月，气温跌至零下100度，地表彻底沦为生命禁区。各位还活着的朋友，如果你们有地下岩手，请继续坚守。老李的声音比1个月前沙哑了许多，但他从不谈论自己的状况，只专注播报。水培蔬菜已实现自给自足，每日所需新鲜蔬菜完全够用。主食消耗了不到总库存的1%，肉类不到3%，柴油用了大约1升半。末日前的我每天在喧嚣中消耗自己，末日后的我安稳的像在过一个长假。2个月了，庇护所完好无损，物资充足，团子健康，
外面的世界已经彻底冰封，但我的世界还在正常运转。这场末日，我不只是活着，我在生活。零下100度是什么概念？你把一杯开水泼向空中，它在落地之前就会变成冰晶。呼气时能听到自己呼吸中水分冻结成冰的细微咔嚓声，裸露的皮肤暴露超过5秒就会开始丧失知觉。储物空间的保鲜功能不仅仅是保温，我又做了测试，放入一块刚从设备上拆下来元件，3小时后取出，说明空间内的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。这意味着我可以把做好的饭菜、消毒好的医疗器械，甚至紧急情况下需要备用的一切，都提前准备好存进去。又怎么了？没事的，对吧？你这好奇心，末日前、末日后都一样。今天加餐。暴徒团伙彻底散了，有人投降，有人逃散，有人冻死在路上。幸存者信号越来越少，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安全的地方，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发不出信号了。老李是最后一道信息防线，只要他的广播还在响，就说明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活着，还在坚持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前世就有这个空间，有这份准备，我和团子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但想那些没有意义，重要的是，这一世我们都在。今日无新增信号，气温稳定在零下100度。如果有人在听我的广播，不管你在哪个角落，撑住，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。撑住。末日生存最重要的一刻，任何设备都会坏，会修比会买重要100倍。我建了一个应急维修空间格子，万一外面进不去储藏室，或者设备在紧急情况下损坏，我只需要一个念头，整套维修工具和替换零件就在手里。你这日子过得比我还舒服。前世在末日里，团子从来没吃饱过，这一世他终于不用再挨饿了。暴风雪偶尔停歇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座城市变成了完全陌生的样子，所有的建筑都裹着厚厚的冰层，反射出一种诡异的蓝白色，像一座被时间冻结的鬼城。零下100度对电子设备的伤害是累积的，摄像头一个接一个的失效。我想尽了办法，加热带、保温罩、定期除霜，但每次出去维护都是一次极寒挑战。每次外出维护都是在跟时间赛跑。4分钟，这是我在零下100度环境下安全操作的时间极限。在极寒里待久了会有一个错觉，你以为自己适应了，其实没有，每次出去都是对身体的透支。你是不是以为我看不见？前世我没有能力保护他，这一世他每一顿饭都是安稳的。B区避难所还有供暖，A区已经没人了。每天都有新的信号消失，有时候是一个频道从此静默，有时候是一个声音说到一半就断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找到了更安全的地方，还是没能撑过去，但我知道这个城市里还活着的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。水培系统运行稳定，但我每周都会全面检查一次，
根系的颜色、营养液的 pH 值、光照时长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。保鲜实验到了第3个月，草莓的色泽、香气、口感跟放进去那天没有任何区别，煎饺的皮依然劲道，底部酥脆。这说明空间的保鲜不仅仅是不坏，而是状态完全锁定。这意味着我可以先大量制作各类食品，包子、饺子、卤味、味烤制品，全部存进去，随时取用。末日里的生活品质靠的就是这个。既然空间可以锁定状态，那就批量备餐。我做了100个饺子，50个包子，30张馅饼，10锅红烧肉。别急，都是你的。3天的集中备餐，换来了至少3个月的随时吃上热乎饭。这是前世我和团子唯一一张合影。末日里没有打印店，照片托一个路过的小贩用移动打印机做的，过了图一直带在身边。现在不用怀念了，它就在这里。我是沈月，我在庇护所里，一切都好。有时候我会对着电台说一句话，不发出去，只是说给自己听，提醒自己我还是一个人，但我还活着，还清醒，还在坚持。安静是最大的奢侈品，不用听外面的哭喊，不用闻烧焦的味道，不用在黑暗中发抖，只需要安静地坐在这里，看书、喝茶、陪猫。在末日里能吃上新鲜水果，是一种近乎奢侈的幸福。苹果是在末日降临囤的，存放在储物空间里，跟刚摘下来一样新鲜。橙子也是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外面的世界已经彻底崩塌了，而我在这里吃水果看电影，这种反差大到不真实。楼上的积雪越积越厚，如果不是当初改造时加固了楼体结构，恐怕积雪的重量已经压塌了屋顶。有人吗？我在地下室。这些信号越来越少了，有的人找到了新的避难所，有的人没有。我不能回应，一旦开了这个口子，就再也关不上了。这个决定很冷血，但它是对的。货架记录和食物必须一一对应。我花了整整2天重新整理整个储藏室的布局，按使用频率分类，按保质期排序。水培番茄的口感比超市买的好太多了。阳光代替了激素，营养液代替了化肥，每一颗都是自然熟透的。短子的听觉比人类泯灭得多，有时候我什么也没听到，但他已经察觉了。虽然这次只是一根树枝被积雪压断。我重新梳理了避风所的逃生路线，虽然现在的局面还算稳定，但居安思危，万一哪个刁门失效，或者通风管道被彻底堵死，我必须知道每一寸空间的走向。末日之前我不常翻相册，太忙了。现在我有大把的时间，每翻一页都是一次穿越。如果他们在天有灵，看到我把这座老宅变成末日堡垒，不知道会说什么。他们把房子留给了我，我用它活了下来，这就够了。温仪稳定在零下1度以下，预计未来3个月内还将继续下降，最终温度下100。连细菌都难以存活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生龙土外生存。但庇护所的食物和水，有团子，有书，有电影，我能在这里住一辈子。如果说末日是一场比赛，我准备了90天。前世在风雪里冻死的时候，我最后的念头是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不会再当圣母。来生来了，我没有当圣母，我活下来了。没有暴徒再来了，没有亲戚上门，没有人需要我拯救，也没有人能伤害我。这个永恒的长冬里，只有我和团子，以及这间25度的庇护所。风雪继续下着，覆盖了一切，人类的文明，城市的喧嚣，所有的爱与恨，都被埋在这片白色的沉默之下。
而在这片沉默之下，有一个小小的庇护所，里面住着一个女人和她的猫，他们都很暖和。我复盘了一下这次交易失败的过程，问题出在轻信。我把末日前的商业习惯带到了末日后的世界，一个陌生频道的承诺，我就预付了定金，损失不大，但教训深刻。从今以后，以物易物必须当面交割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上次备用发电机的齿轮问题虽然修好了，但毕竟是替代件，寿命有限。我需要在它彻底报废之前找到更持久的解决方案。旧电机改装，这活我没干过，但有图纸和工具可以试试。3毫米的差距，不大不小，刚好不能用，但又差的不多。一个合适的轴套解决了问题。等这台备用发电机的原装齿轮彻底报废，这个改装电机就能顶上。你在陪我加班吗？你是在检查通风系统吗？储物空间的保鲜功能让保质期变得不那么紧迫，但包装可能在存放过程中破损，定期检查还是有必要的。批量备餐越来越顺手了，每次做一批能存够1个月的量，想吃的时候直接取出来，跟刚出锅一样。你不能吃巧克力，我给团子也做了专门的零食，鸡肉干、鱼肉松、猫饭。虽然猫罐头还有很多，但手做的总觉得更放心。水培系统的营养液循环原来需要手动定时开关，我用手头的旧零件做了一个自动循环定器，每6小时循环一次，每次10分钟，自动循环系统运行正常。末日里最容易的事就是失去时间感，没有日出日落，没有通勤上班，没有社交活动，日子很容易混成一团。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作息表，规律是保持心智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一个新的频段，摩尔斯电码，我花了大约10分钟才破译出开头几个字母 SOS， 重复发送，后面跟着一组坐标400公里，在零下100度积雪数米厚的条件下，这个距离等于无法抵达。我把坐标收进了记录簿里，也许有一天会有用，也许永远不会有。别碰坏了。走，带你去吃罐头。日积月累的极寒寒温差，对建筑结构的考验比预想的大。2个月下来，密封胶条出现了鲜灰的老化开裂。电子设备的杀手不是低温本身，而是冷热交替产生的热应力。庇护所里25度，出去就是零下100度，每次进出都是一次剧烈的热冲击。如果有人在听，这是今天的广播，气温零下105度，市区已无生命信号，我这边设备也快撑不住了。不管你是谁，撑住，只要活着，就还有希望。老李是这座城市最后的信息灯塔，如果他的广播也停了，我就真的与世隔绝了。有时候我觉得团子能感知到我的情绪，每一次我心情低落的时候，他都会主动过来蹭我。在末日里，这个小生命的陪伴比任何物资都珍贵。水培蔬菜的产量比预想的更好，生菜可以连续采收3次才需要重新育苗，菠菜能收2次，小葱更是剪了又长，几乎可以无限循环。新鲜沙拉配烤面包和煎蛋，在末日里，这顿饭放到任何5星级酒店都毫不逊色。区别只在于，窗外的风景不是海景，而是零下100度的风雪地狱。我定期做一件事，
把空间里较早存入的食品取出来，把新批次放进去。不是为了保鲜，是为了让自己清楚库存的存放时间分布，重读能发现第一次没注意到的细节。外面已经变得像科幻小说一样不真实，在这种环境下读故事，奇特的共鸣。团子每天都要巡视一遍整个庇护所，我猜这是他的领地意识，确认所有区域都安全，没有陌生气味。他的巡视路线非常固定，从不改变。3个月了，外面的积雪还在上涨，按照这个速度，再过1个月，2楼的观察缝也会被彻底掩埋。到那时候，这个小楼就会完全消失在地表。从外面看，只是一片略高的雪丘。庇护所完全转入地下的倒计时已经开始。如果2楼的观察缝被积雪封死，地面上的空气交换也会受到影响。我检查了通风管道的所有节点，空气循环系统的进气口设计有防积雪堵塞的加热装置，应该还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。同时取物对精神力的消耗很大，最多10件，这是目前的极限。再多的话，会出现物品定位偏差或者意念中断。跟自己下棋是保持思维活跃的好方法。我左右互搏，每一局都全力以赴，不是为了赢谁，而是为了不让脑子生锈。末日里什么都会坏，衣服、鞋子、背包、手套。与其等它们坏了再想办法，不如提前学一些基础修补技能。今天学的是皮具修补，看起来以后用得上。有时候什么都不做，就这么待着，暖气嗡嗡响，猫咪咕噜咕噜，音乐在空气里流淌。3个月了，庇护所没有出过一次重大故障，发机换过一次机油，水培系统更新过一次营养配方，密封胶团修补了一处裂缝，仅此而已。重生第180天，我活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庇护所坚固如初，物资足够再撑几10年。外面是零下100度以上的极寒地狱，里面是我和船子的家，25度，温暖如春。